今天我们讲《史记》12本纪第1章武帝本纪。黄帝是少典部族的后裔，姓公孙名轩辕。他生下来就很有灵性，年龄很小就善于言辞，幼年时聪明机敏，长大后敦厚敏捷，成年以后聪慧明审。轩辕时代，神农氏的后代已经衰败，各诸侯互相攻占，用暴力虐待百姓，而神农氏没有力量征讨他们。于是轩辕就习兵练武，去征讨那些不来朝贡的诸侯，各诸侯这才都来归从。而蚩尤在各诸侯中最为凶暴，没有人能去征讨他。炎帝想进攻欺压诸侯，诸侯都来归从轩辕。于是轩辕修行得业，整顿军旅，研究40节气变化，种植五谷，安抚民众，丈量四方的土地，训练熊、貔、貔貅、出、虎等猛兽，跟炎帝在阪泉的郊野交战。先后打了几仗，才征服炎帝，如愿得胜。蚩尤发动叛乱，不听从黄帝之命，于是黄帝征调诸侯的军队，在涿鹿郊野与蚩尤作战，终于擒获并杀死了他。这样，诸侯都尊奉轩辕做天子，取代了神农氏，这就是黄帝。天下有不归顺的，黄帝就前去征讨，平定一个地方之后就离去，一路上劈山开道，从来没有在哪儿安宁地居住过。黄帝往东到过东海，登上了完山和泰山，往西到过崆峒，登上了鸡头山，往南到过长江，登上了熊山、香山，往北驱逐了荀彧部族，来到釜山与诸侯合宴了福气，就在逐鹿山的山脚下建起了都邑。黄帝四处迁徙，没有固定的住处，带兵走到哪里，就在哪里设置军营以自卫。黄帝所封官职都用云来命名，军队号称云师。他设置了左右大监，由他们督察各诸侯国。这时万国安定，因此自古以来，祭祀鬼神山川的要数黄帝时最多。黄帝获得上天赐给的宝鼎，于是观测太阳的运行，用占卜用的湿草推算历法，预知节气日辰。他任用封后、立木、尝鲜、大洪等治理民众。黄帝顺应天地40的规律，推测阴阳的变化，讲解生死的道理，论述存与亡的原因，按照季节播种百谷草木，驯养鸟兽蚕虫，测定日月星辰，以定历法。收取土石金玉以供民用，身心耳目，饱受辛劳，有节度地使用水、火、木材及各种财物。他做天子有土这种属性的祥瑞征兆，土色黄，所以号称黄帝。黄帝有25个儿子，其中建立自己姓氏的有14人。
皇帝居住在轩辕山，娶西陵国的女儿为妻，这就是嫘祖。嫘祖是皇帝的正妃，生有2个儿子，他们的后代都领有天下，一个叫玄霄，也就是青阳，青阳被封为诸侯，降居在江水；另一个叫昌邑，也被封为诸侯，降居在弱水。昌邑娶了蜀山氏的女儿，名叫昌蒲，生下高阳，高阳有圣人的品德。皇帝死后埋葬在乔山，他的孙子，也就是昌邑的儿子高阳即帝位，这就是颛顼帝。颛顼帝高阳是皇帝的孙子，昌邑的儿子。他沉静稳练而有机谋，通达而知事理。他养殖各种庄稼牲畜，以充分利用地利，推算40节令，以顺应自然，依顺鬼神，以制定礼义，理顺45行之气，以教化万民，洁净身心，以祭祀鬼神。他往北到过幽灵，往南到过交趾，往西到过流沙，往东到过盘木。天地万物，大神小神，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，没有不归服的。颛顼帝生的儿子叫穷禅，颛顼死后，玄霄的孙子高辛即位，这就是帝喾。帝喾高辛是皇帝的曾孙，高辛的父亲叫角吉，角吉的父亲叫玄霄，玄霄的父亲就是皇帝。玄霄和角吉都没有登上帝位，到高辛时才登上帝位。高辛是颛顼的侄子。高辛生来就很有灵气，一出生就叫出了自己的名字。他普遍施予恩泽于众人，而不及其自身。他聪明智慧，可以了解久远的情况，可以洞察细微的事理。他顺应上天的意志，了解下民之所急。仁德而且威严，温和而且守信，修养自身，天下归服。他收取土地上的物产，简洁地使用。他抚爱教化万民，把各种有益的事交给他们。他推算日月的运行，以定岁时节气，恭敬地迎送日月的出入。他明识鬼神，慎重地加以侍奉。他仪表堂堂，道德高尚。他行动合乎时宜，服用如同世人。帝喾治民，像雨水浇灌农田一样，不偏不倚，遍及天下。凡是日月照耀的地方，风雨所到的地方，没有人不顺从归服。帝喾娶陈丰氏的女儿，生下放勋；娶居资氏的女儿，生下智。帝喾死后，智接替帝位。帝智登位后，没有干出什么政绩，于是弟弟放勋登位，这就是尧帝。尧帝就是放勋。他仁德如天，智慧如神，接近他，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；仰望他，就像云彩一般富润大地。他富有却不骄傲，尊贵却不放纵。他戴的是黄色的帽子，穿的是黑色衣裳，
朱红色的车子驾着白马，他能尊敬有善德的人，使同族9代相亲相爱，同族的人既已和睦，又去考察百官。百官政绩昭著，各方诸侯邦国都能和睦相处。帝尧命令西氏、何氏遵循上天的意志，根据日月的出没、星辰的位次，制定历法，谨慎地交给民众从事生产的节令。另外命令西众住在御夷，那个地方叫阳谷，恭敬地迎接日出，分别步骤安排春季的耕作。春分日，白昼与黑夜一样长。朱雀七宿中的星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，据此来确定仲春之时。这时候民众分散劳作，鸟兽生育交尾。又命令西书住在南郊，分别步骤安排夏季的农活，谨慎地干好。夏至日，白昼最长。苍龙七宿中的新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，据此来确定仲夏之时。这时候民众就居高处，鸟兽毛羽稀疏。又命令何众居住在西土，那地方叫做媚谷，恭敬地送太阳落下，有步骤地安排秋天的收获。秋分日，黑夜与白昼一样长。玄武七宿中的虚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，据此来确定仲秋之时。这时候民众移居平地，鸟兽再生新毛。又命令何叔住在北方，那地方叫做幽都，认真安排好冬季的收藏。冬至日，白昼最短。白虎七宿中的卯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，据此来确定仲冬之时。这时候民众进屋取暖，鸟兽长满细毛，一年有366天，用治闰月的办法来校正春夏秋冬4季。帝尧真诚地告诫百官各守其职，各种事情都办起来了。尧说：“谁可以继承我的这个事业？”放其说：“你的儿子丹朱通达事理。”尧说：“哼，丹朱嘛，他这个人愚顽凶恶，不能用。”尧又问道：“那么还有谁可以？”欢都说：“共工广泛地聚集民众，做出了业绩，可以用。”尧说：“共工好讲漂亮话，用心不正，讲话的时候看似非常恭敬，其实心不在焉，不能用。”尧又问：“4月啊，如今洪水滔天，浩浩荡荡，包围了高山，漫上了丘陵，民众万分愁苦，谁可以派去治理呢？”大家都说鲧可以。尧说：“鲧违背天命，毁败同族，不能用。”4月都说：“就任用他吧，试试不行，再把他撤掉。”尧因此听从了4月的建议，任用了鲧。鲧治水9年，也没有取得成效。尧说：“各位首领，我在位已经70年了，你们谁能顺应天命，接替我的地位？”4月回答说：“我们的德行鄙陋得很，不配登上帝位。”尧说：“
那就从所有同姓异姓远近大臣及隐居者当中推举吧。大家都对尧说，有一个单身汉流寓在民间，叫虞舜。尧说，对，我听说过，他这个人怎么样？四月回答说，他是个盲人的儿子，他的父亲凶顽，母亲愚蠢而顽固，弟弟傲慢，而舜却能与他们和睦相处，尽孝悌之道，用美德治理家业，使他们不至于走向邪恶。尧说，那我就试试他吧。于是尧把2个女儿嫁给他，从2个女儿身上观察他的德行。舜让他们降下尊贵之心，住到归河边的家中去，遵守为父之道。尧认为这样做很好，就让舜试任司徒之职，谨慎地理顺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这5种伦理道德，人民都遵从不为。尧又让他参与百官的事，百官的事因此变得有条不紊，让他在明堂4门接待宾客，4门处处和睦，从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恭恭敬敬。尧又派舜进入山野丛林，大穿草泽，遇上暴风雷雨，舜也没有迷路误事。尧更认为他十分聪明，很有道德，把他叫来说道：“3年来你做事周密，说了的话就能做到，现在你就登临天子位吧。”舜推让说自己的德行还不够，不愿接受帝位。正月初1，舜在文祖庙接受了尧的禅让，文祖也就是尧的太祖。这时尧年事已高，让舜代理天子之政事，借以观察他做天子是否合天意。舜于是用观测天象的仪器来定位日、月及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星，接着举行临时仪式祭告上天，用把祭品放在火上烧的仪式祭祀天地40，用摇祭的仪式祭祀名山大川，又普遍地祭祀了各路神祇。他收集起公侯伯子南吴等侯爵所持环圭、信圭、公圭、古币、普币5种御制符信，选择良月吉日，召见4月和各州州牧，又颁发给他们。2月，舜去东方巡视，到泰山时，用烧柴的仪式祭祀东岳，用摇祭的仪式祭祀各地的名山大川。接着他就召见东方各诸侯，协调校正40节气、月之大小、日之甲乙，统一音律和长度、容量、重量的标准，修明吉、凶、宾、君、嘉5种礼仪，规定诸侯用5种规避。3种采增，卿大夫用羊羔、大雁2种动物，是用死雉作为朝见时的礼物，而5种规避，朝见典礼完毕以后仍还给诸侯。5月到南方巡视，8月到西方巡视，11月到北方巡视，都像起初到东方巡视时一样。回来后告祭祖庙和父庙，用1头牛做祭品，
以后每5年巡视一次，在其间的4年中，各诸侯国君按时来京师朝见，舜向诸侯们普遍地陈述治国之道，根据业绩明白地进行考察，根据功劳赐给车马衣服。舜开始把天下划分为12个州、疏浚河川，规定根据正常的刑罚来执法，用流放的方法宽减刺字、割鼻、断足、阉割、杀头5种刑罚。官府里治事用鞭子施行，学府教育用戒尺惩罚，罚以黄金，可用作赎罪。犯过失错误，予以赦免。护恶不圈，坚持为害的要施以刑罚。谨慎啊，谨慎啊，可要审慎使用刑罚啊。欢兜曾举荐过共工，尧说不行，而欢兜还是适用他做公师。共工果然放纵邪僻。4月曾推举鲧去治理洪水，尧说不行，而4月硬说要试试看，试的结果是没有成效，所以百官都以为不适宜。三苗在江、淮流域及荆州一带多次作乱。这时舜巡视回来向尧帝报告，请求把共工流放到幽陵，以便改变北狄的风俗；把欢兜流放到崇山，以便改变南蛮的风俗；把三苗迁徙到三危山，以便改变西戎的风俗；在羽山将鲧诛杀，以便改变东夷的风俗。承办了这4个罪人，天下人都悦服了。尧在位70年得到舜，又过20年因年老而告退，让舜代行天子政务，向上天推荐。尧让出帝位28年后逝世，百姓悲伤哀痛，如同死了生身父母一般。3年之内，四方各地没有人奏乐，为的是悼念帝尧。尧了解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，不配传给他天下，因此才姑且试着让给舜。让给舜，天下人就都得到利益，而只对丹朱一人不利；传给丹朱，天下人就会遭殃，而只有丹朱一人得到好处。尧说：“我毕竟不能使天下人受害，而只让一人得利，所以最终还是把天下传给了舜。”尧逝世后3年服丧完毕，舜把帝位让给丹朱，自己躲到了南河的南岸。诸侯前来朝觐的不到丹朱那里去，却到舜这里来；打官司的也不去找丹朱，却来找舜；歌颂功德的不去歌颂丹朱，却来歌颂舜。舜说：“这是天意呀。”然后才到了京都，登上天子之位，这就是舜帝。虞舜名叫重华，重华的父亲叫瞽叟，瞽叟的父亲叫乔牛，乔牛的父亲叫巨望，巨望的父亲叫靖康，靖康的父亲叫穷禅，穷禅的父亲是颛顼帝，颛顼的父亲是昌邑，从昌邑至舜是7代了。自从穷禅之后，一直到舜帝，中间几代地位低微，都是平民。
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瞎子，舜的生母死后，瞽叟又续娶了一个妻子，生下了象，象桀骜不驯。瞽叟喜欢后妻的儿子，常常想把舜杀掉，舜都躲过了，偶尔犯错，舜都坦然接受处罚而不逃避。舜很恭顺地侍奉父亲、后母及后母弟，一天比一天的恭敬，没有一点懈怠。舜是冀州人，舜在骊山耕过田，在雷泽打过鱼，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，在寿丘做过各种家用器物，在腹下跑过买卖。舜的父亲瞽叟凶顽，母亲嚣张，弟弟像桀骜不驯，他们都想杀掉舜，舜却恭顺地行事，从不违背为子之道，友爱兄弟，孝顺父母。他们想杀掉他，却始终不能得逞，而有事要找他的时候，他又经常陪伴左右。舜20岁时，就因为孝顺出了名。30岁时，尧帝问谁可以治理天下，4月全都推荐于舜，说这个人可以。于是尧把2个女儿嫁给了舜来观察他在家的德行，让9个儿子和他共处来观察他在外的为人。舜居住在归水岸边，他在家里做事更加谨慎。尧的2个女儿不敢因为自己出身高贵，就傲慢地对待舜的亲属，很讲究为父之道。尧的9个儿子也更加笃诚忠厚。舜在骊山耕作，骊山人都能互相推让地界，在雷泽捕鱼，雷泽的人都能推让便于捕鱼的位置，在黄河岸边制作陶器，那里就完全没有次品了。1年的功夫，他住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村落，2年就成为一个小城镇，3年就变成大都市了。见了这些，尧就赐给舜一套细葛布衣服，给他一张琴，为他建造仓库，还赐给他牛和羊。瞽叟仍然想杀他，让舜登高去用泥土修补谷仓，瞽叟却从下面放火焚烧。舜用2个斗笠遮蔽保护着自己，像长了翅膀一样跳下来，逃开了，才得以不死。后来瞽叟又让舜挖井，舜挖井的时候，在侧壁凿出一条暗道通向外边。舜挖到深处，瞽叟和象一起往下倒土填埋水井。舜从旁边的暗道出去，又逃开了。瞽叟和象很高兴，以为舜已经死了。象说：“最初出这个主意的是我。”象跟他的父母一起瓜分舜的财产，说：“舜娶过来尧的2个女儿，还有尧赐给他的琴，我都要了。牛羊和谷仓都归父母吧。”象于是住在舜的屋里，弹着舜的琴。舜回到自己的住处，看到象大惊失色，继而又摆出闷闷不乐的样子，说：“我正在想念你呢，想得我好心闷啊。”舜说：“是啊，但愿你是这样啊。”舜还像以前一样代奉父母，友爱兄弟，而且更加恭谨。
这样，尧才是用舜去理顺5种伦理道德和参与百官的事，都干得很好。从前高阳氏有富于才德的子孙8人，世人得到他们的好处，称之为8楷，意思就是8个和善的人。高辛氏有才德的子孙8人，世人称之为8元，意思就是8个善良的人。这16个家族的人世世代代保持着他们先人的美德，没有败落他们先人的名声。到尧的时候，尧没有举用他们，舜举用了8楷的后代，让他们主管农业，负责各项政务，都办得有条有理。舜又举用了8元的后代，让他们向四方传布5种教化，使得做父亲的有道义，做母亲的慈爱，做兄长的友善，做弟弟的恭谨，做儿子的孝顺，家庭和睦，邻里真诚。从前帝弘氏有个不成才的后代，不施仁义，包庇残贼，好行凶作恶，天下人称他为混沌，意思是说他野蛮不开化。少昊氏也有个不成才的后代，毁弃信义，厌恶忠直，喜欢邪恶的言语，天下人称他为穷奇，意思是说他怪异无比。颛顼氏有个不成才的后代，不可调教，不听取好话，天下人称他为陶物，意思是说他凶顽绝伦。这3个家族的人世代令人感到忧虑。到尧的时候，尧没有把他们除掉。晋云氏有个不成才的后代，贪于饮食，图于财货，天下人称之为饕餮，意思是说他贪得无厌。天下人憎恨他，把他与上面说的3凶并列在一起，称为4凶。舜在四门接待四方宾客时，流放了这4个凶恶的家族，把他们赶到了边远地区，去抵御害人的妖魔。从此开放了4门，大家都说没有恶人了。舜进入山林的时候，遇到暴风雷雨，也不迷路误事。尧于是才知道了，凭着舜的才能是可以把天下传授给他的。尧年纪大了，让舜代行天子之政，到四方去巡视。舜被举用掌管政事20年，尧让他代行天子的政务。代行政务8年，尧逝世了。服丧3年完毕，舜让位给丹朱，可是天下人都来归服舜。禹、高尧、谢、后稷、伯夷、夔、龙、垂、羿、彭祖，从尧的时候就都得到举用，却一直没有职务。于是舜就到文祖庙与4月商祭，开放4门，让四方沿路畅通。他让12州牧评论天子的德行，广施恩德，远离小人，偏远地区的部族就都会归服。舜对4月说，有谁能奋发努力，建立功业，光大地尧的事业，授给他官职，辅佐我办事呢？4月都说，让伯羽担任司空，可以光大地尧的事业。
舜说：好。禹，你去负责平治水土，一定要努力办好啊。禹跪地叩头拜谢，谦让给季、谢和高尧。舜说：好了，去吧。舜说：契，黎民正在挨饿受饥，你负责农业，去教他们播种白谷吧。舜说：谢，百官不相亲爱，五伦不顺，你担任司徒，去谨慎地施行五伦教育，做好五伦教育，在于要宽厚。高尧，蛮夷侵扰中原，抢劫杀人，在我们的境内外作乱，你担任司法官，五行要使用得当，根据罪行轻重在3个地方行刑。五行宽减为流放的，流放要根据罪行的轻重分为5种，流放地点分为3个等级，只有公正严明，才能使人信服。舜问：那么谁能管理我的各种工匠？大家都说垂可以，于是任命垂为共工，统领各种工匠。舜又问：谁能管理我山上泽中的草木鸟兽？大家都说羿行，于是任命羿为镇虞，主管山泽。羿下拜叩头，推让给朱虎、熊皮。舜说：去吧，你行。就让朱虎、熊皮做他的助手。舜说：4月，有谁能替我主持天事、地事、人事3种祭祀？大家都说伯夷可以。舜说：伯夷，我任命你担至宗，主管祭祀，要早晚前进，要正直清明啊。伯夷推让给夔龙。舜说：那好，就任命夔为典乐，掌管音乐，教育少年，要正直而温和，宽厚而严肃，刚正而不暴虐，简约而不傲慢。诗用来表达思想，歌用来延长诗中语言的情感，乐声帮助表达，还要用标准的音律来使乐声和谐。8种乐器的声音协调一致，不相互失去次序，这样就能通过音乐达到人与神相合的境界了。夔说：我有节奏地敲打石磬，各种禽兽都会跟着跳起舞来的。舜说：龙，我非常憎恶那种诬陷他人的坏话和灭绝道义的行为，惊扰我的臣民。我任命你为纳言官，早晚传达我的旨命，报告下情，一定要诚实守信。舜说：喂，你们22个人要谨守职责，时时辅佐我做好上天交付的治国大事。此后每3年考核1次功绩，通过3次考核来决定罢免或升迁，因此远近的各项事务都发展起来了，又分化瓦解了3苗部族。这22人个个成就功业。高尧担任大理，掌管刑法，断案平正，人们都信服他实事求是。伯夷主持礼仪，上上下下能都够谦恭礼让。垂担任公师，主管百工，百工都能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亦担任虞，主管山泽，山林湖泽都得到开发，
契担任季，主管农业；白骨按季节茂盛成长，谢担任司徒，主管教化。百姓亲密和睦，龙主管接待宾客，远方的部族前来归附。舜所制12州牧作事，与所定9州内的民众没有谁违抗。其中禹的功劳最大，开通了9座大山，疏通了9处湖泽，治理了9条河流，划定了9州方界，各地都按照应缴纳的贡物前来进贡，没有违反规定的。纵横5000里的领域都受到安抚，直到离京师最远的边荒地区。那时，南方安抚到交趾、北发，西方安抚到戎、西支、渠搜、氐、羌，北方安抚到山戎、发、西葚，东方安抚到长、鸟夷，四海之内共同称颂帝舜的功德。于是禹创作9招乐曲歌颂舜的功德，招来了祥瑞之物，凤凰也飞来，随乐声盘旋起舞。天下清明的德政都从禹舜时代开始。舜20岁时因为孝顺而闻名，30岁时被尧举用，50岁时代理天子政务，58岁时尧逝世，61岁时接替尧登临天子之位。登位39年，到南方巡视，在南方苍梧的郊野逝世，葬埋在长江南岸的九夷山，这就是陵陵。舜登临帝位之后，乘着有天子旗帜的车子去给父亲瞽叟请安，态度谦恭谨慎，遵循为子之道，又把弟弟相封为诸侯。舜的儿子商均也不成才，舜就事先把禹推荐给上天。17年后，舜逝世，服丧3年完毕，禹也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，就跟舜让给尧的儿子时的情形一样。诸侯归服禹，这样禹就登临了天子之位。尧的儿子丹朱、舜的儿子商均分别在唐和虞得到封地，来奉祀祖先。禹还让他们穿自己家族的服饰，用自己家族的礼乐仪式，他们用宾客之礼朝见天子，天子也不把他们当臣下对待，以表示自己不敢独占天下。从黄帝到舜、禹都是同姓，但立了不同的国号，为的是彰明各自光明的德业。所以黄帝号为有熊，帝颛顼号为高阳，帝喾号为高辛，帝尧号为陶唐，帝舜号为有余，帝禹号为夏后，而另分出世，姓姒氏。谢的后裔建立了商姓子氏，契的后裔建立了周姓姬氏。太史公说，学者们很多人都称述武帝，武帝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。尚书只记载着尧以来的史实，而各家叙说黄帝，文字粗疏而不典范，士大夫们也很难说得清楚。孔子传下来的宰予问武帝德及帝系姓，读书人有的也不传习。我曾经往西到过崆峒，
往北路过涿鹿，往东到过大海，往南渡过长江、淮水所到过的地方，到老人称赞皇帝、尧、舜事迹的地方，虽然风俗教化都有不同，但和古文记载不相悖的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。我研读了春秋国语，他们对武帝德地系性的阐发都很明了，只是人们不曾深入考求，其实他们的记述都不是虚妄之说。上书残缺，断断续续，但散佚的记载却常常可以从其他书中找到。如果不是好学深思，真正在心里领会了他们的意思，想要向那些学识浅薄、见闻不广的人说明白，肯定是困难的。我把这些材料加以平易编次，选择文词特别雅正的，写成这篇本纪，作为全书第一篇。